保健食品的外文包装看不懂吗？用 AI 一扫，马上就有翻译，还会跟你解释用途。收到发票中奖的简讯，很开心吗？一问 AI 竟然是诈骗。今天我们要来上日常生活的 AI 必修课。不管你今天是想要辨识外文、辨识诈骗、解说体检报告，甚至是写 LINE 的祝贺词，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用到的小功能，今天全部教给大家。那首先呢，打开你的手机，我们今天会用 Gemini 这款 App 来做示范。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可以直接到 App Store 或者 Android 的 Play 商店去下载。而且现在 Gemini 的付费版都有1个月的免费试用，效果用起来会更好哦。或者是你今天要选择 ChatGPT 来使用也是 OK 的。首先第一个要教大家的是辨识保健食品还有药品。首先呢，找到你想要辨识的保健食品，然后我们在 Gemini 这边呢，我们按左下角的加号。里面呢，你可以去选择相机，或者是已经拍好照的话，可以选择相簿。例如说，我选相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拍我们保健食品的外观。好，选择右下角的附加。那接下来呢，你可以拍很多张，就是把它4面8方全部都拍起来，完全都 OK。例如说，背面它这边可能有成分，那我把成分也加进去，我就再拍1张照。好，那这样子2张照呢，我就可以写一段提示词。那今天的所有提示词，还有要下载的任何东西，我都会放在资讯栏的那个文件里面，你们可以直接去复制贴上哦。那这边呢，我的提示词是这个保健食品是什么，成分跟用途的详细解说。然后看一下右下角呢，我的模型是选 Pro， 那你要用快捷也是 OK 啦。那我们就直接送出。哦，马上就出来了，它就辨识出来这个是 DHC 的钙加镁，而且呢它是90日份的包装。那里面呢所有的成分还有它们的作用，它都直接全部写出来，非常的详细。例如说钙可以维持我们的骨骼跟牙齿的健康啊，或者是镁有助于我们的肌肉跟神经的正常功能。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营养哦，它非常的贴心哦，它连这个食用方式都写出来了。例如说建议使用的时机啊，1天要几颗啊什么的。还有这边有一个特别提醒哦，就是镁摄取过多的话会导致腹泻，这个是在上面没有的，就是这还蛮贴心的，就是他会把吃这个保健食品这个药品的一些注意事项也一起写出来，还蛮贴心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家里有就是放了很久的保健食品，或者是你看不懂外包装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式。那我们再示范一个。例如说这个叶黄素，那叶黄素呢，我也可以附加2张照片，就一样按这个加号进去。然后因为它罐装的关系，所以我要拍3张照才能把全部的东西送进去。这边呢，我的提示词就一模一样的送出去看看。然后呢，这个功能不限于药品跟保健食品，就是今天不管是保养品啊，或者是任何生活上面会遇到的外文什么，都可以这样子使用。接下来呢，它就非常清楚的写说这个保健食品呢是叶黄素，里面是多少的剂量。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什么的，全部都列出来。还有这个叶黄素它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它这边也很贴心的写说，它跟我前面讲到的这个钙加镁是可以搭配使用的。因为我是在同一个对话视窗里面继续问下去，那他就知道说你前面问了什么，然后他还会帮你评估说，例如说你正在吃什么什么药剂，可不可以一起吃之类的，你也可以继续问下去，就是在同一个视窗继续往下问是 OK 的哦。再来第2个功能呢是防诈骗小帮手。今天呢收到了这个简讯哦，就是说我中奖了，发票中奖了，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很想要点进去这个网址，赶快来领奖。但是小心，这非常有可能是诈骗。不管今天是简讯啊、赖讯息啊，或是 email， 现在就算是你亲近的人，也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有可能是被盗账号或是盗号码。所以当你今天有一点疑虑的时候呢，你就赶快截图。那 iPhone 的截图呢，是音量键跟关机键一起按下去，这个就是截图哦。你就可以先把它存到你的手机里面，或者是你今天也可以复制它的这个文字还有网址，全部复制下来。我们到 Gemini 里面，这边呢，我们就贴上我们刚刚的截图 ，OK， 贴上去了，在这边。然后呢，提示词这边我们就来打，请问这个是诈骗吗？直接就是让他去做判断。哦，他就说这个绝对是诈骗简讯，千万不要点击那个链接。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是诈骗，就是它的网址啊、它的号码啊，然后假装急迫性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发票中奖，它不是7日之内一定要领。通常这种诈骗简讯它都会很紧急，就是一定要你马上采取行动。但是其实，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小心。再来下面呢，它也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哦。就是如果你再更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去拨打165去求证。再来下一个例子呢，一样来看，我收到一封 email， 他是说我的健保卡即将于3日内停用，然后上面的名字一模一样，跟我本名一模一样。然后呢，通常看到这种 email 都会非常的紧急，就是很想要赶快点击那个链接，但是千万不要点击那个链接。然后我们赶快来截图，
截图完之后呢，进到 Gemini 一样，我们就贴上这个截图，或者是你要把 email 全部的内容复制起来，然后把那个寄件人也复制起来，贴上 Gemini 也是 OK 的。然后呢，我们一样的提示词，他就又说这个绝对是诈骗哦，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是诈骗，然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疑虑的话呢，千万不要点击链接，然后赶快让 AI 辨识一下。现在 AI 每个月都在推出新功能，成长超级快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次推出新功能都只有美国人能抢先体验。例如说 ChatGPT 最新的生图、生影片的功能，或者是 Gemini 一堆实验性的功能，结果这些都只有美国先开放。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瞬间移动到美国，抢先体验美国最新的 AI 科技，你相信吗？之前我想试用 Gemini 最新的生图模型，结果发现台湾还没开放。但是我用了 Surfshark VPN 切换到美国伺服器，马上就能体验这个超酷的新功能了。VPN 简单来说就是虚拟的私人网路，让你看起来像是从其他国家上网的。像现在我打开 Surfshark， 选择美国伺服器，点击之后我的 IP 位置就会变成美国的了。这样子我就可以体验各家 AI 的最新功能，包含生图、生影片、写程式，都比别人要更快玩到最新模型。2、解锁 Netflix 其他地区的独家内容，例如日剧跟欧美电影超多可以选。买机票、订饭店的时候可以用国外的 IP， 有的时候可以省好几千块耶。Surfshark 最棒的就是一个账号可以同时登录无限个装置，我的手机、电脑、平板全部都可以连，而且在全球超过140个地区有4500多台伺服器，连线速度超快。现在就用我的优惠码 AppleMate 或者是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AppleMate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服务。Surfshark 还提供30天的退款保证，超安心。链接我放在资讯栏的第一行，赶快去体验全世界的网络自由吧。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来讲解读健康检查报告。通常我们的健检报告上面都有非常多的专有名词，然后我们一般人是看不懂的。那除了问医生之外呢，如果你在家里想要再一次做确认的话，我们可以上传给 AI 让它看一下每一个数值代表是什么意思。那这边呢，你可以直接用拍摄的，或者是你今天有电子档的话，也可以直接把电子档丢给 AI， 它是看得到的。好，那第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打开相机，然后去扫你的健检报告。那在第二种方式，我们就是附加档案，就是假设呢，我今天已经有一个电子档或是照片的话，我就直接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就直接非常暴力的问他说，请问这份报告红字的部分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通常都会有红字嘛，那我们想要知道哪些部分我们要注意的话，我们就这样子送出看看。他立刻就跟我说，我这份报告里面最需要、最紧急的一个红字就是我的肾脏功能严重的受损。然后他会分别解说这份报告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它们分别代表怎样的意思。就例如说，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是已经达到慢性肾脏病的第4期。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呢，它全部都会写出来。然后呢，各种功能的异常呢，都会写出来。然后最后他也会告诉我说，哦，我是不是应该要立刻去看医生？然后我的饮食上面要做哪些的调整？当然这些呢，绝对都是参考用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疑虑，一定是要赶快洽询医生。这些绝对不要真的当真，就是如果很严重的话，真的要马上去看医生哦。那接下来我还可以继续针对这个问答问下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可以马上就问他说，我现在应该要马上做哪些事情？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林女士她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了，绝对不能再拖了。然后要挂哪一科，他也先帮你写好，然后饮食调整的详细内容也帮我写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去做健检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健检报告也给 AI 稍微看一下，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获哦。再下一个我们要来讲的是日常身体健康的相关问题，就是例如说，哦，我今天去运动的时候突然头晕啊，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下午怎么突然开始头痛了？然后可能早上做哪些事情有相关吗？之类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 AI。例如说这边我就问他说，膝盖在爬楼梯的时候卡卡的，有点痛。我就直接跟他说，那这边其实你还可以再更详细的补充你的个人资讯，因为他是不了解你这个人的嘛，那你可以稍微跟他讲一下你的性别啊、你的年龄啊，然后你可能最近有做哪些事情可能会导致你的膝盖有一些问题之类的，你都可以把一些背景的故事都告诉他，他会评估的更准。他这边呢就把一些常见的原因全部都列出来，那这些当然都是参考用的啦，然后还有一些可以立刻缓解的方式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例如说状况比较好的脚就是先往上爬楼梯，或者是你要启动你的臀部之类的。然后下面还有很贴心的这个居家改善跟保养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哦。这个我觉得也超级重要的，他就跟你说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去看医生，就是当你的膝盖看起来肿肿的，或者是你的膝盖真的锁死，完全没有办法弯，或者是可能休息也会痛啊，然后有软脚感之类的话，你就要立刻去看医生。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怀疑说这个阶段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那有时候你也可以参考 AI 的建议。
再下一个呢是写祝贺词或是贺卡，毕竟新年也是快要到了，或者是你日常朋友生日啊，或者是可能有朋友住院开刀之类的，你想要写一些慰问词之类的话，也可以参考 AI。首先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朋友生日的话要怎么写提示词呢？这边呢我的范例就是我的画画班的朋友37岁生日，然后呢补充一些他的资讯就是他叫林美玲，然后个性活泼开朗，喜欢运动。你就是自己填入自己朋友稍微的相关资讯，然后你就可以送出。然后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频道之前有做过，就是用 Gemini 来做赖贴图的教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一下。赖贴图不限于用你自己的照片，也可以用你朋友、你家人的照片去制作赖贴图，就会非常的客制化，然后非常的好玩。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写字在上面。好，现在答案出来了，他写了很多种不同的风格，例如说温馨称赞风，就是说你总是带给我们满满的活力与笑声，在运动场上又有坚持跟热情，这些呢你可能会觉得不符合你朋友的实际的表现，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修改，就只是一个参考啦，就是给你更多的灵感这样子。好，再来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年快要到了，如果要写一些祝贺词在 LINE 里面传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请 AI 帮我们写。那我的提示词就是帮我写一段大年初一的吉祥祝贺语。这边呢，它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选项，例如说通用版本，或者是马年版本，或者是简短有力版本，大家就可以去看里面的内容，然后你自己想要改的话，就可以自己再客制化这样子。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来讲辨识动植物。是不是常常在路边看到一些花，或者是深山里面看到什么蘑菇之类的，有点好奇，可不可以拔回家吃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 AI 的力量来辨识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动植物那首先呢，就是打开我们的相机去拍照，或者是你今天拍好照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相簿。然后例如说这个花，我每天都在看到，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那我就可以问 AI， 非常的直接，就直接问它这个花叫什么就可以了。好，答案出来了，这个花叫做使君子，然后它连英文都写出来。然后他也会写一些这个花的详细的资料，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说，据说呢，古代有一个叫郭使君的人，用这个花的果实治好了小孩子肚子里面的蛔虫，所以后人就称这种植物叫做使君子，就还蛮有趣的。好，那除了植物之外呢，也可以用来辨识动物，例如说这只鸟，我不知道它叫什么，直接问它这只鸟是什么。好，答案出来，它这个叫喜鹊就是很常见的平地的鸟，然后还有一些喜鹊的小趣事，就是说它是一只吉祥鸟而且它非常的聪明，它可以在镜子里面辨认出那是自己，就还蛮好玩的。再下一个，例如说你今天走在山里面，然后你看到了某种蘑菇，然后这个蘑菇呢看起来好像可以吃，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用 AI 来辨识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然后它可不可以吃。我的提示词是这个是什么？可以吃吗？OK， 他这边就说呢，这个是有毒的蘑菇，叫做绿蛰菇，绝对不要食用，这个是有毒的。而且这个呢是台湾民众误食中毒的第1名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而且它看起来真的是可以吃的样子，它看起来超级无害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就说呢，如果你误食中毒的话，通常在1到3个小时就会发作，然后有些症状他都写出来，然后他也会跟你说这个毒菇跟某些香菇可能长得很像，然后要怎么区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有点不确定的话，你也可以问 AI。再下一个功能，我们来讲规划旅游。在规划旅游的部分，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比较完全的，然后是针对国外旅游的这个影片呢，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那我们这边呢是很快的带过去。其实规划旅游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只要跟他说你要去哪里旅游，你有几个人，然后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想要住怎样的饭店，就是越详细越好，然后你就全部打上去。例如说我这边的提示词就是我想要跟老公去假日台南2天1夜，但是不太方便行走，然后想要住好一点的饭店，但是也不要太贵，然后没有车。我们会搭计程车或是交通工具，就是有一些你比较在意的点，你都可以跟大家讲这样子。而且现在 Gemini 其实它的即时资讯是非常充足的，所以用来做旅游规划其实非常的适合。然后它这边呢就出来了，它首先呢帮我们选了饭店就是台南远东香格里拉或者是烟波大饭店然后分别把他们优缺点写出来。在交通的部分呢，它建议我们使用计程车的 App。接下来呢就是详细的这个活动然后连这个餐厅都先帮你选好了，就是有一些无菜单的台菜需要预约什么的，就是非常的详细然后在贴心小提醒这边呢，他也跟你说要避开老街，就是因为老街不太方便行走，所以这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其实你都要跟他讲。就是你很在意这趟旅程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或者是你的主要目的可能是放松之类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补充进去的。
再下一个我们要来讲手机教学，就是当你今天你的手机可能有一个小功能你不太会用，例如说你不太会截图啊，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把字体调大啊，或者是你 LINE 里面不知道怎么样存影片啊，这些诸如此类的小事情呢，其实你都可以问 AI。例如说我这边的例子呢，就是我现在用 iPhone 12要怎样把字体变大，然后要一步一步教我，要超级详细，这样子送出。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哦，你现在要到设定里面的哪一个项目里面去调字体大小，或者是呢 ，iPhone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可以让你的字体变得超级大。那它是在那个辅助使用里面，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字体需要很大很大很大的话呢，就是有这2种方式做调整。然后它都会告诉你说，你要到设定里面哪边，就是非常细节的东西都会全部写出来。或者下一题呢，我们就问他说 ，LINE 的照片要怎样存到手机相簿呢？我用的是 iPhone 12。然后这边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查比较近期的东西，例如说最近的一个新功能啊，最近刚发表的手机啊之类的话呢，建议在问题前面加上上网搜寻最新资讯这几个字，因为有的时候它会没有启用上网搜寻的功能，然后它就用旧资料库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有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如果你想要最新的资讯的话呢，就可以这样子去使用。那照片他就说，哦，你在 LINE 里面呢，你就要先点一下这个照片，然后它的右下角会有一个向下箭头，那你就按这个箭头，它就会存到你的相簿里面了。但是其实 LINE 里面也要小心，它要出现已储存，你才可以跳出那个视窗，不然有的时候它会下载不完全。立刻就抓到他写错了，就是他这边有一个一次存很多张照片嘛，他的方法是错的，可能不是最新的功能吧。如果你要在 LINE 里面一次存很多张照片的话，你其实是要点右下角，然后长按，这边有一个储存所有图片。我刚刚试了很久才发现，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它里面讲的可能不是最新的资讯，大家也要小心一点。再下一个我们要来讲的是家电故障排除，就例如说你的冷气遥控器啊，或者是你的洗衣机上面出现一些错误的讯号的话，你也可以用 AI 来辨识一下。例如说今天我的 LG 的洗衣机上面出现了这个 L1 的代号，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就可以把它丢给 AI， 就是在相簿里面或者是用拍照把它拍下来，然后把它丢进来，像这样子。那我就问他说，请问我的 LG 洗衣机出现这个是什么意思？好，这个结果出来了，他就跟我说，上面的代号 L1，它的意思是说你的马达过载或者是马达锁死等等的这种异常，然后他就跟你说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哦。然后呢，他会教你怎么样排错，就是例如说第一个步骤可能做过没问题，那就测第2个、第3个这样子。那如果最后真的没办法的话，可能就要请原厂来看这样子。再下一个呢，要来教大家清除衣服上的污渍，这个是我昨天才用到的。然后在这方面呢，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千万要停下你的动作，你先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沾到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你不要自己先去处理。因为那天我就犯了一个错误，我自己先处理，然后导致它变湿之后，后续要再来用的话，就会变得更麻烦。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直接问 AI， 不要自己先做处理。这边呢，我就是直接传给他我这张图片，这个是我真的衣服沾到，然后我自己已经先做完处理了，就是完全没有用的一个处理，然后结果它还是在，所以我就问他说要怎么办，就是我就说我的衣服不知道沾到什么东西，然后刚刚我做了哪些处理都还是没有用，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哦，你现在呢可能可以先去用洗碗机加小苏打粉，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用过碳酸钠等等的。然后后来呢，我试了2种方式，然后结果发现过碳酸钠是有用的，所以依照你每一个污渍不一样，其实它会建议你不一样的处理方式，那你就一个一个去试，总会试到有一个是可以成功的。然后后来我的衣服就真的被洗干净了，就是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沾到任何东西的话，第一件事情赶快问 AI。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日常的 AI 必修课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学什么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跟我说。我自己觉得 AI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用法，例如说我会教他做色彩分析啊，然后帮我分析我的衣服还有彩妆去做搭配，真的超级好用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我就会另外再做一集。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